100层的巧克力糖果牢房究竟能有多结实？只要1个小时从里面逃出来，就能赢得1万美金奖励。每间密室的逃生通道均为可食用的食材打造而成，在里面只会被累死，但绝不会饿死。这简直就是无数人童年的梦想。第一关是巧克力牢房，然而他们所用到的工具全部是可食用的，因此并不牢固的武器根本不可能摧毁巧克力墙壁。直到两人寻找到了这根拐杖后，似乎才真正的寻找到了真爱。只见两人不停的疯狂输出，很快巧克力墙壁就出现了一个洞口，接下来砸穿墙壁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兴奋的铁柱终于忍不住吃了几口巧克力。第二关则是由100层坚硬的糖果制成的，糖果的坚硬程度堪比石头，跟巧克力牢房比显然困难了不少。即使铁柱拿出珍藏多年的玩偶砸糖果，可也是毫无效果，没几下玩偶便缺胳膊少腿的了。这时长毛再次拿出之前的糖果，想要来个硬碰硬的对决，效果竟出奇的明显。两人继续合力将最外层的糖果砸得粉碎。随后铁柱又寻找到一把小斧头，在有了强力工具的加持下，再硬核的糖果都抵挡不住这强力的冲击。即使这样，两人还不满足，于是继续寻找更加给力的工具。果然经过一阵努力过后，真的挖出个震天锤，这样不就无敌了吗？只需轻轻几锤，糖果墙壁便轰然倒塌。两人顺利来到第3关，这是由100层太妃糖制成的牢房，屋内更是摆满了各种饰品。长毛拿起一个花坛就砸了上去，没想到竟掉落下来无数灰渣，果然花坛里装的全都是泥土。暴躁的两人抄起屋内的所有物品，接二连三的砸上去，可全都效果甚微。看来两人真的是遇到对手了，整个房间立刻杂乱不堪，甚至连复古家具都不放过，可也根本无济于事。两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区区的太妃糖竟如此坚不可摧。无奈铁柱只好返回上一关，拿来了震天锤。然而令人大失所望的是，这样的神器在太妃糖面前也只是个弟弟，丝毫没能伤他半毛。正当两人心灰意冷想要放弃时，一件神器突然从天而降，一下子令铁柱再次充满力量。这家伙简直所向披靡，想要逃出去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这时却突发意外，长毛手一滑，险些将神器丢失进下一关，幸亏被他及时挽救回来。在两人的不断努力下，他们终于成功逃离此地。没想到第4关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小丑，而他竟是阻止两人继续前进的。无奈铁柱只好利用自己3寸不烂之舌将他劝跑。这时才发现这一关竟是有100层棉花糖制成的。长毛赶忙上前咬了一口，不能说美味可口，只能说香甜无比。然而要想全部吃完棉花糖显然不现实。随后便转角遇到爱，铁柱发现了一台自动售货机，明显摆在这个房间里的机器里面一定暗藏玄机。没想到这小小的售货机同样坚硬无比，在尝试不同的道具后，终于在费了9牛2虎之力后才砸穿售货机。他们取出藏在里面的曼妥思糖，直接倒入可乐里，强大的化学反应随即产生了奇妙的变化。再接上一个超强喷头，果然有头脑的人在哪里都能吃得开。两人毫不费力地冲破了关卡。下一关是布满彩虹糖的牢房，很快铁柱就在海洋球里摸出个哑铃，奋力的就挥了出去，可是却毫无效果可言。随后长毛竟直接找到一把大镐头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他奋力就砍了上去。这时的铁柱一心却只想躺平，尽管有了这把神器的加持，也只是砸出个小洞，可长毛还是累得瘫倒在地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吗？让我们来一场硬碰硬的终极对决吧。最终长毛在与糖果墙壁大战300回合后，才将墙壁砸穿。此时长毛再次累到虚脱，两人也顺利来到第6关。没想到刚一踩上去便发现了异样，黏黏糊糊的令人非常不自在，还以为是融化了的冰激凌，仔细一看竟是嚼剩下的泡泡糖。然而这小小的泡泡糖又怎能阻挡住小伙前进的脚步？黏糊的地面也令两人直接摔倒在地，身体大面积沾连液体的两人更是久久无法起身。长毛举起老镰刀就砍向墙壁，没想到墙壁却出奇的脆弱，只需一下随着牛奶稀里哗啦的往下流。幸亏墙体只是黏糊，却并不坚固，两人也顺利爬向最后一关。没想到这看似最正常的房间，却再次让虾哥迷失方向，看了半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牢房。很快铁柱便在一旁的酒桶上寻找到一个大家伙，可明显这把武器对墙壁毫无杀伤力。没想到接下来铁柱又在柜子里翻出个冲击钻，长毛对准墙壁就是一阵突突，在几种工具的相互配合下，以及长毛近似疯狂的怒吼声中，终于将墙壁砸穿。最终在时间仅剩最后5分钟时，成功从牢房里逃了出去。拿到奖金的长毛竟直接跳入巧克力泳池里好好享受了一下。